陆岩峰被我睡了，一不小心直接睡了个彻底。听说陆总勃然大怒，第一次对自己儿子动了真格，我心里发虚，让人送了好几箱贵重礼品放在陆家门口。是我对不起陆岩峰，我毁了他的清白，我一定要负责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事？我睁开眼，浑身像被卡车碾过一样疼，看着床上乱七八糟的衣服，我有点懵，目光扫到一件灰色衬衫，我皱眉，总觉得在哪见过，突然耳边响起冷淡声音：醒了。我僵硬的转头，看到旁边躺着的人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陆岩峰，陆氏集团太子爷，温文尔雅、清冷疏离的陆岩峰，也是我林婉儿天不怕地不怕，却最惹不起的陆岩峰。我结结巴巴问：我们没做什么吧？陆岩峰冷眼看我：没有，林小姐只是扒了我衣服，让我讲睡前故事而已。我心一沉，硬挤出笑容：真的吗？过了会儿，他轻叹口气：林婉儿，你是不是缺心眼？我直接说：也不是，但你不是身体不好吗？话一出口，陆岩峰表情僵住，我也愣了。天啊，我在说什么啊？我赶紧咽口水，尴尬咳嗽，急忙补救：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很厉害。不对，我尴尬闭嘴。陆岩峰目光一顿，表情依然冷淡，耳朵却红了。如果你满意的话。他顿了顿，没说下去。我急了：陆岩峰，你放心，我林婉儿虽然不是什么淑女，但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，这事就当没发生过。陆岩峰愣住了，半天后，他自嘲地笑了笑：我身体不好，林小姐看不上我也是正常的。说完，他不管我反应，从床上起来，捡起那件灰色衬衫穿好，匆匆离开了。下午，闺蜜夏青来到我家跟我聊八卦。婉儿，陆少不知道犯了什么事，惹得陆总大发雷霆，听说还亲自教训了他一顿。完了，这么生气，肯定是被发现了。林婉儿啊，林婉儿，你说你招惹谁不好，偏偏选了最冷淡自持的陆岩峰。陆家规矩严格，陆岩峰更是一向克制得体，如今被我这样强行纠缠，陆成业不知道会不会大发雷霆。就算他不计较，陆岩峰恐怕也会羞愧难当，想要远离我吧。唉，我心里纠结不已，脑海中又浮现出陆岩峰那孤单的眼神，最终咬了咬牙：青，去储物间挑几件礼物，要值钱的。算了，你帮我叫人搬几个箱子来，我自己去选。名贵香水装进去，钻石手链也装进去，红宝石耳坠一起装，就这样准备了10几个箱子。我带着人浩浩荡荡赶到陆家，把系着红丝带的箱子全部放在大门口。路上行人纷纷驻足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一幕，小声议论着。我对门口保安说：麻烦通报一下，就说我来。犹豫了一下，我硬着头皮说：我来求婚。话音刚落，大门被人拉开，陆岩峰瘦削清冷，唇色苍白，陆成业手持文件，面色阴沉，两人对比鲜明。是我冒犯了陆岩峰，我毁了他的名誉，我一定要娶她，要怪就怪我吧。我气势如虹，特别有担当，还转头对陆岩峰拍拍胸口，给他一个别担心的眼神。我不是故意，但我一定负责，彩礼我都带来了，就在门口，不够我再补，反正陆岩峰我认定了。这一刻，周围寂静的可怕，陆成业表情震惊，旁边的佣人也都一脸吃惊的样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陆成业才说：你说什么？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什么，陆岩峰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。他在我身后轻声开口，声音里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意：有没有可能他们本来还不知道这件事？我这一闹，陆岩峰被我毁了名誉的事，算是被陆家上下全都知道了。好在陆家虽然人多，但管理严格，稍加安抚，员工们不敢泄露消息。但是，你知不知道现在朋友圈都怎么说你的？林子墨嘴里叼着根棒棒糖，嘲笑道：女流氓，花心大萝卜，强娶小白脸。林婉儿，你看看你，哪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子？说着，他吐出嘴里的糖，翻了个白眼。真有你的，看上陆岩峰也就算了，还就这么明目张胆去求婚，你懂不懂什么叫矜持啊？我难得有点心虚，摸了摸鼻子，却还是反击：矜持有什么用？我看你以后找不到女朋友怎么办？我可是校草。林子墨，林志强大步走来，整了整衣领。怎么跟你姐说话呢？他转向我：婉儿，事情我都听说了，爸问你，你是真的喜欢那个陆岩峰？林子墨不屑地说：他喜欢有什么用？人家陆岩峰根本看不上他怎么办？林志强拍着桌子，眉毛都竖了起来：瞧不上？谁敢瞧不上我林志强的女儿？我家婉儿长得漂亮，体育又好，配那陆岩峰一个装病的家伙，明明是他占了大便宜。他转向我，语气软了下来：婉儿，你别担心，如果你真喜欢他，就算要绑，爸也把他给你绑来。我沉默片刻，决定坦白：其实我和陆岩峰已经发生了关系。
林子墨和林之强一脸震惊，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们。林子墨脸红得像个苹果。林婉儿，你在说什么？爸爸这次也愣住了，好一会儿才拉了拉林子墨的袖子，神情恍惚。女儿长大了，都会拱白菜了。我心里嘀咕，爸，刚才不是说我才是白菜吗？你就这样来见我？我看着面前的陆岩峰，无奈地摇头。这么招摇，被人看见怎么办？陆岩峰微微挑眉，招摇。我又仔细打量他几眼，我语塞了一下。你应该穿得更普通些。他突然垂下眼睛，穿得像个普通人，和林小姐偷偷约会，不被别人发现，就不会给林小姐带来麻烦。林小姐一边和我约会，一边却不肯公开关系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是把我当成可以随时丢弃的备胎吗？我赶紧解释，我是怕委屈你啊。咬咬牙，我继续说，万一你跟我在一起后觉得不合适，我真的没有嫌弃你的意思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就订婚吧。陆岩峰这才抬眼看我，眼神认真。林小姐若是真心，我自然也是真心。我和陆岩峰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。当天，陆家就送来了订婚礼物。我抬头看见陆岩峰和他父亲陆成业一同走进来，不由自主地躲在屏风后，偷偷打量他。偷看什么呢？林子墨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，我被吓了一跳，转身低声反击。你吓我干嘛？林子墨轻蔑地笑了声。躲在这里偷看人家，还挺理直气壮。我抬手做事要打他。看怎么了？陆岩峰是我未婚夫，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。我不仅要看，我还要……我意识到不对，转身一看，陆岩峰就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，嘴角含着微笑。我一时愣住了。林小姐说得很对，陆岩峰轻声说道。我假装镇定地咳了一声。我先走了。走出几步，忍不住回头，他正温柔地看着我，慌忙移开视线，结巴道：“陆岩峰，你今天很好看。”说完，我不等他回应，快步离开了。谁能想到，婚约文件刚签好，我和陆岩峰的婚事就出了问题。老陆啊，咱们斗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孩子们的事随他们去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家林婉儿在圈子里什么评价我不多说，我儿为人温和有礼，凭什么要入赘你林家？我家婉儿那是活泼开朗，你家陆岩峰那身子骨弱不禁风，还配不上我林家呢。何况定金都给了，你现在想反悔？两人从陆家吵到我家，我爸撂下狠话作废婚约，一向温文尔雅的陆成业也怒而离去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许再见那陆家小子，婚约我已经替你退了。我爸气呼呼地喝着茶，反正我看你也不是很喜欢他，退了也没什么可惜的。虽然我没有反驳，但晚上躺在床上时，却辗转难眠，心里莫名烦躁不安，索性起床，随手披了件外套，走到院子里。月色融融，花香隐隐，忽闻墙头响动有人，我皱眉望去，却惊讶地发现平日里温文尔雅的陆岩峰此刻正趴在墙头上。他抿唇皱眉，如临大敌般翻墙，落地踉跄险些扭脚，浑然未觉我在近观。见此情景，烦恼顿消。待他站稳，我淡淡开口：“陆先生果然是温文尔雅，洁身自好啊。”陆岩峰身体微微一僵，转过身来看着我，轻轻抿了抿嘴。父亲和陆总的争执传遍全城，流言四起，说什么陆岩峰条件优越，林婉儿处处不如。看他沉默不语，我突然火冒三丈：“你这样闯进来，对你名声不好，我可担不起这责任。”陆岩峰抬眼看我，眼神里竟带着委屈：“你是不是不想和我在一起了？”陆公子风度翩翩，自然瞧不上我这样的。我故意模仿他曾对我说过的话：“我没有这个意思。”他急忙否认，他的手指紧张地攥在一起，显得无措。我静静地等他说下去，他移开视线，像是豁出去了。如果我入赘到你家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陆岩峰，你疯了吗？我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陆氏集团小少爷要入赘，虽脑流言，却从未当真。不过赌气话罢了，只想出口气而已。凑近他，我摸了摸他的额头，没发烧啊。陆岩峰全身僵硬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听见他低沉的声音：“反正你得对我负责。”第二天，陆岩峰说到做到，独自来家里见我父亲。我担心得很，想在屏风后偷听，却被父亲发现了。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，父亲竟然同意了我嫁到陆家。婉儿。之后父亲把我叫到书房，表情严肃，叹了口气说：“陆岩峰是个好人，你嫁过去后改性子，好好相处。他为了你愿意入赘，爸也放心了。”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但如果有一天他辜负了你，爸永远是你的靠山。入不入赘都不重要，爸只是想让他明白，我林家的女儿不是那么好娶的。爸希望他能珍惜你，你也要理解他。这些话本该你妈告诉你，可他走得早，只能爸来教你了。”这个粗犷的大男人说着说着竟然红了眼眶，看着他，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老了。陆岩峰本就体弱，那夜冷风来找我，次日又赶去表决心，回家便病倒了。我去过陆家一次，但他坚决不见我，说怕我被传染。等了几天，他的病始终不见好转。
我担心这样下去没病也会憋出病来，干脆每天给他发微信。我写的内容随心所欲，林子墨偶然看见一次，嫌弃地说：看看你写的这些肉麻话，换我才懒得回呢。我心想，陆岩峰才不是这样的人。陆岩峰总会回复我的每一条消息，细致入微，耐心体贴，不像是我在消遣他，倒像他在温柔安抚，心底那抹欢喜，我努力忽略。陆岩峰，今天阳光真好，我买了串超大的冰糖葫芦。我发消息给他，不一会儿手机震动。我今天也看到阳光了，很暖和。你喜欢冰糖葫芦的话，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做。有时我也会让夏青帮我给他带些有趣的小玩意。收到我送的不倒翁了吗？好玩吧？很可爱，是按你的性格设计的。上次你说喜欢小摆件，我这几天做了个木雕，收到了吗？喜欢吗？我和陆岩峰的婚约现在已经在圈子里传开了。陆成业提议尽快选个好日子，我俩无异议，任其安排。然而婚礼筹备的各种琐事接踵而来，我根本抽不开身。好不容易有点休息时间，林子墨就在我耳边唠叨个不停，他比我还上心。这些事情烦得我头疼，偶尔给陆岩峰发消息，按照我们这边的传统，婚前我们不该见面。陆岩峰也忙得不可开交，从他回复越来越慢就能看出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就到了结婚那天。一大早，我被叫醒化妆、做发型、穿礼服，看着镜中精心打扮的自己，我突然有些紧张。林小姐真漂亮，化妆师赞叹道。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夏青出去看了看，新郎到了。我攥紧了手心，夏青赶紧帮我戴上头纱，扶着我往外走。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、欢呼声，宾客们互相祝贺，喜气洋洋。婚车停在门口，我听见爸爸的声音：婉儿，爸跟你说过的，要记住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走了最好，我终于不用天天听你唠叨，总是欺负我，打不过我就告状。他在我面前蹲下，我默默地趴上他的背，悄悄掐了一下他腰间的软肉。林子墨一路默默送至车前，他松开我胳膊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感到一阵酸涩，忍不住说：林子墨，以后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。林子墨塞给我一个东西，转过身去，沉默了几秒钟后说：算了吧，我一直都让着你，不然你又要哭鼻子。他走开了。我听见司机提醒我该上车了，低头看他塞给我的东西，打开一看，我愣住了，里面装满了现金和一张纸条。我取出那张纸条：嫁到陆家后，别委屈自己，我让你这么多年，陆岩峰娶了你，就该对你好，保护你。这些钱是我存的，老爸平时给看零花钱太少，不知道你走了我能不能多要点。如果有一天有这些钱，你就不用处处受限。如果说离开家门时我还能忍住，此刻我的眼眶真的湿润了，各种复杂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。我把信封收好，一边系好安全带，一边透过车窗悄悄向前看。陆岩峰穿着红色西装，站在豪车旁等我，他身姿挺拔，气宇轩昂。我收回目光，靠在座椅上。陆岩峰，我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，这就是我的丈夫了。车子平稳行驶，最终停了下来，车门打开，一只手伸了进来，修长白皙，骨节分明。接下来的婚礼仪式上，陆岩峰几乎一直牵着我的手，在众人的祝福声中，我被带进了婚房。这大概是我最拘谨、最规矩的一次。红礼服一扫清冷，可能是喝了几杯酒，脸色微红，就这样高大挺拔地站在我面前，让人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。饿了吗？新婚之夜，你就问我这个？抱歉，第一次，不太有经验。他起身去倒交杯酒，递给我一杯，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和他一起喝下这杯酒。下一秒，我拽住他的衣领，鼓起勇气吻了上去，酒杯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陆岩峰眼神暗了下来，声音低沉：你确定吗？随后，他的气息铺天盖地地包围了我。我给过你机会的。窗外月光皎洁，虫鸣不断，与屋内的温情相得益彰。我气得低声抱怨：陆岩峰，你太过分了。陆岩峰低笑一声，哄我：乖，叫我严峰。他嘴角微扬，平日里的温和模样消失不见，反而带着几分野性。叫老公也可以。我咬了他一口。陆岩峰，你太过分了。第二天醒来时，陆岩峰温柔地看着我：都怪你，不是说你身体不好吗？你骗我。陆岩峰眉眼带笑：我的错。他帮我洗漱完毕，等我坐在化妆台前，他凑过来：我来帮你化妆。我一愣，随即脸红。你会这个？陆岩峰微微一笑：看起来不难，应该和画画差不多。我将信将疑。陆岩峰拿起眉笔，又仔细看了我几秒。靠近一点。我向他靠近了一些。陆岩峰还不满足，单手托起我的下巴，凑近了我。这么近的距离，我甚至能数清他的睫毛，长而浓密，眼睛好看，鼻子好看。老婆脸红什么？听到这个亲密的称呼，我顿时红了脸，想要别开视线。陆岩峰却轻轻扶住我的下巴，嘴角微扬：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他专注地为我画眉，动作小心翼翼，
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的脖子开始发酸，而他还在不紧不慢地描画。到底好了没啊？我脖子都僵了。我忍不住抱怨。陆岩峰依旧专心致志地握着眉笔。陆岩峰，我提高了音量，又加了一句陆先生。他这才挑眉看我，终于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目光直直地落在我脸上。他低声道：昨晚你也是这么叫我的，我很喜欢。给我镜子，我要看看效果。陆岩峰轻咳一声，林小姐天生丽质，怎么画都好看。我接过镜子，尽管有所准备，看到还是吓了一跳，两边眉毛一粗一细，完全不对称，简直惨不忍睹。你不是说很简单吗？我气呼呼地捶了他2下。陆岩峰，以后别碰我的眉毛了。他不闪不避，突然捂住胸口咳嗽起来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他没回答，又咳了几声。我凑近查看，还没看清情况，他忽然伸手将我揽进怀里。你是装的。婉儿，我错了，原谅我这一次，好吗？才不要原谅呢。结婚第3天，陆岩峰陪我回娘家，爸爸和林子墨早已恢复正常，特别是弟弟。我出嫁那天，他明明算了，给他留点面子吧。今天回门，他又恢复了平时那副爱答不理的傲娇样子。我家没有复杂的亲戚，一家人简简单单吃了顿饭，气氛温馨。饭后，爸爸把我叫到一边。陆岩峰对你不错，爸就放心了。我愣了一下，刚才吃饭时，他一直照顾你，给你夹菜，还都是你爱吃的，这么细心，看得出是真心对你好。我心里暖暖的，又觉得有些奇怪。我和陆岩峰在一起才多久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口味偏好？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回到客厅时，林子墨和陆岩峰已经聊得火热，尤其是弟弟，表情生动，手搭在陆岩峰肩上，俨然一副铁哥们的样子。上了车，我忍不住打趣他：陆先生收买人心的本事真厉害啊。那你被我收买了吗？你……我正想追问，他又低声笑道：慢慢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几天后，沈家小公主沈西要办生日会，给我发了邀请函。平日哪有我的份，直爽性子合不来，虚伪做派，这种场合向来厌烦。但现在我嫁给了陆岩峰，有些事情不得不考虑了。何况这次是沈西的邀请函，生日会当天，我选了件浅紫色连衣裙，不会太素净，也不会太显眼，正好适合我安静地坐在角落的沙发上。到达沈西家时已经有点晚了，沈家别墅里的富家千金已经聚成一团，谈论着身边的各种八卦。我百无聊赖地坐了会儿，就到了午餐时间。吃完饭，我实在闲得无聊，就让沈家助理带我到花园凉亭坐下。刚坐稳，就有人朝我走来。你也来了，太好了，这聚会真无聊，又推不掉，我以为你不会来呢。是我好友唐新月，我也很惊讶。不是说你去拜访外公家了吗？怎么？唐新月叹了口气，别提了，我昨天刚回来就收到沈总的邀请，所以就来了。他突然兴奋起来。对了，你和陆总怎么样了？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旁边传来一声冷笑。嫁了又能怎样？今天生日会，陆总不也没陪他来吗？说不定是他自己倒贴上去的。是啊，之前不是还闹着要取消婚约吗？谁知道他做了什么，让陆家回心转意。这话根本没压低音量，周围人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握紧拳头，唐新月已经忍不住要替我出头，我拉住了他。说话的两人我认识，尤其是主动挑事的那位是苏雪，又和沈西关系密切，真闹起来也讨不到好处。苏雪见我不吭声，也没什么表情，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，反而更恼火，冷声道：有些人也不照照镜子，就那些粗鲁做派，谁会喜欢？尤其陆总，温文尔雅，自然喜欢知性大方的女子。唐新月忍不了了，我不知道陆总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但肯定不喜欢背后说人闲话的。某些人倒是想嫁，没人要呢。苏雪气得向前一步。你……唐新月躲到我身后，对我说：走吧，婉儿，换个地方，看着某些人都觉得倒胃口。我和他换了个凉亭坐下，唐新月握住我的手。他就是嫉妒你，全城谁不知道他之前被陆总拒绝了？他故意气你，这些话你千万别放在心上。突然间，窗外狂风骤起，紧接着倾盆大雨毫无预兆地砸了下来。下得好，这场派对总算可以结束了吧？唐新月看着窗外的雨幕，语气中带着几分幸灾乐祸。我低头浅笑。怎么，韩子晨肯定会来接你吧？唐新月脸颊微红，却仍然高声反驳：他敢来，我还没原谅他呢。话音刚落，一个身影朝我们走来，一身得体西装，气质不凡。说人人道。我忍不住笑道。韩子晨径直走到唐新月身边，声音温柔：我来送你回去。不需要你送。唐新月低头回绝，我捂嘴偷笑。新月，我错了。韩子晨压低声音道。唐新月只是轻哼一声。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唐新月转向我，还笑，看来有人也来接你了。说完他对韩子晨说：走吧。我愣住了，陆岩峰已经撑着伞向我走来，他今天穿着浅色衬衫，
与我的衣服竟像是搭配好的一对。他走进休息区，收起伞，我心跳加速。你怎么来了？陆岩峰拿出一件外套给我披上，细心地系好扣子，才抬眼看我。走吧。他重新撑开伞，一手牵着我，神情温柔。不远处，苏雪和其他女孩看着我们，满脸惊讶。婉婉，小心台阶。陆岩峰提醒道，他说话声不小，周围人都能听见。苏雪手中的包包被他攥得变了形，我脸微红。在外面，别这样叫我。陆岩峰表情平静。为什么？你是我的妻子。他带我离开了派对场地。陆岩峰先上了车，然后向我伸出手，看着他的眉眼，我突然心跳加速，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心里蔓延开来。我笑着伸手，他把我的手握在掌心。陆岩峰，你真好。我想，我喜欢上陆岩峰了。但是陆岩峰喜欢的会是这样的我吗？我喜欢他，我希望他也能喜欢我。青青，你说那些名媛淑女一般是什么样的？夏青愣了一下。你不就是吗？只是现在订婚了。我无奈解释，我是说，就是那种很温柔的类型。夏青这次明白了，那至少说话要温柔一些。我真心疑惑，我平时说话不温柔吗？夏青小声嘀咕，你现在就不温柔。我稍微压低声音。现在呢？夏青摇头，不是这样，你得这样，声音要轻。就这样练了一下午，连陆岩峰进门我都没注意到。夏青对我使眼色。陆，我正吃着点心，被吓了一跳，不小心呛到了。陆岩峰立刻过来扶住我，轻拍我的背，帮我顺气。怎么突然呛到了？陆岩峰递给我水，一脸担忧。我忍着嗓子疼，试着用刚练习的温柔语气。没事。陆岩峰叹了口气，先别说话了，小心点。夏青在一旁捂着嘴憋笑，肩膀不停抖动。林婉儿，我真的觉得温柔这种说话方式不太适合你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可以尝试别的方向啊，比如学点才艺。他不断给我出主意。弹琴、唱歌不也很温柔吗？其实我以前学过古筝，但我这性格太活泼，没坚持多久就放弃了，基本上等于零基础。青偷偷帮我联系了老师，我专挑陆岩峰不在的时间去学习。半个月过去，总算学会了一点点。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，我在院子里的樱花树下摆好古筝，穿着淡黄色连衣裙，头发精心盘起。听到脚步声，我朝陆岩峰微笑，开始弹奏。正当我沉浸其中时，琴弦突然断裂，划伤了我的手指，血珠立刻渗了出来。陆岩峰原本笑着欣赏，看到这一幕，立刻皱眉，大步走来检查我的伤口，紧张地叫青拿药。一股委屈感涌上心头，我似乎什么都做不好。没事，只是小伤口。我强忍情绪，低声说。陆岩峰愣了下，察觉到我的情绪。弹得很好，只是意外而已。他温柔安慰我。我很喜欢，最近工作忙，没怎么陪你。正好过几天有个晚宴，又赶上灯光节。参加完晚宴后，我带你去东区逛逛。我没有放弃尝试，这次我决定试试烹饪。说干就干，我准备了制作杏仁酥的材料，兴冲冲地开始做。终于做好后，我提着食盒，高高兴兴去找陆岩峰。这可是林大厨苦修后的得意之作。陆岩峰，我兴奋地把食盒放在他面前，拿出杏仁酥，快尝尝。他旁边的助理却开口：“先生不喜欢。”话没说完，陆岩峰抬手制止了他。我愣住，怎么了？这是你做的，看起来很不错。他微笑着拿起一块尝了尝，很甜。你喜欢吗？很喜欢。转眼间，晚宴的日子到了。这次晚宴是为一个特别的客人准备的宋家宋清瑶。沈宋两家是姻亲，虽说宋家几年前全家搬离京市，但底蕴还在。宋清瑶回来，不少人人前来拜访。她面容精致，身材婀娜，说话温言细语，是个温柔的美人。你认识她吗？小时候她在沈阿姨那里待过，我们是同学。她简单解释了几句，把葡萄喂给我，我没太在意。谁知下一秒，宋清瑶端着点心走了过来，她对我们温柔一笑：“严峰，这是我做的杏仁糕，尝尝味道变了没？”我愣住了，严峰，宋清瑶怎么这么亲昵地叫他？陆岩峰还没回答，沈西也笑着说：“清瑶知道你不喜欢甜食，特意为你做的。”我再迟钝也感觉到了什么。陆岩峰看了看我，说：“谢谢宋小姐，正好我家太太也喜欢这点心。”宋清瑶终于把目光转向我，停顿片刻后又看了看陆岩峰，微微点头回到座位。之后他还在众人面前展示了才艺，古筝演奏确实技艺高超，让所有人赞叹不已。我却感到心里闷闷的。陆岩峰被朋友们缠着喝酒，我干脆带着青出去透气。刚走到花园，就听见有人在谈话。我本想避开，但听到内容后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正主来了，我看林婉儿怎么蹦的。陆岩峰本来就喜欢宋清瑶，被迫娶了林婉儿，真是。听说林婉儿还去学古筝呢，我倒要看看她怎么跟人家比。
我仿佛被定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好半天，我才回过神，匆匆离开。是啊，陆岩峰喜欢的，怎么会是我呢？宋清瑶会弹古筝，会做点心，人也温柔，处处比我强。可笑的是，我学着学那，到头来却成了他的影子。青青，我不想待在这里了。我让夏青告诉陆岩峰我身体不舒服，先回家了，然后独自前往城东夜市。夜市真热闹，人很多，道路两旁摆满了小吃车。一个卖糖葫芦的小女孩拦住了我，要来一串吗？我摸了摸口袋，没带手机，只能失落地摇头。这一刻，所有委屈突然涌上心头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一串。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猛地转身，是陆岩峰。他付完钱，把糖葫芦递给我，我胡乱擦了擦眼泪，硬撑着说不要。陆岩峰依然保持递糖葫芦的姿势。真不要？我突然火冒三丈。不要又怎样？送给别人啊，你都能喜欢别人了，还不许我拒绝吗？他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唇角慢慢扬起，最后挑眉问：所以林婉儿是在吃醋？我又气又羞。我吃什么醋？严峰，叫得真亲密啊，谁知道你心里想的是谁？陆岩峰向我走近一步，眉眼弯弯。我心里只有林婉儿。我愣住了。不用骗我。我咬了咬嘴唇。我知道自己比不上他，你要真喜欢他，我们可以离婚。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。陆岩峰哭笑不得。林婉儿，你总有一天会把我气死。我委屈的不说话了。他垂下眼睛，有些无奈。夏青都告诉我了，没想到你能想这么多。他温柔解释，我不喜欢他，过去不喜欢，现在不喜欢，将来也不会喜欢。我也不觉得你不如他，在我心里，没人能和你相比，因为我永远偏向你。所以，别跟他比较。你不用学着温柔说话，想学古筝，我教你；想吃甜点还是冰淇淋，我都陪你。看着他认真的表情，我终于破涕为笑。但我不喜欢冰淇淋。不喜欢冰淇淋，那我陪你吃一辈子甜点。我故意找茬。可你不是不爱吃甜食吗？林婉儿，你就是仗着我喜欢你，只要是我女朋友喜欢的，我就能吃一辈子。这样说，满意了吗？勉强接受吧。现在，糖葫芦要吗？要。陆岩峰回忆录。我叫陆岩峰，我很早就喜欢林婉儿，很早很早，所以和她在一起，我很开心。我想，不能操之过急，要让她慢慢爱上我，先把人留在身边，她总会喜欢我的。毕竟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，不是吗？我很早就散布体弱的谣言，否则可能早就被家里安排相亲了，哪等得到她？只是没想到，这借口真好用，每次把她惹急了，我示弱一下，她总会心软。不多说了，被发现的话，她会生气的。